这个男人手劲大的吓人，一个脑瓜崩弹得响彻云霄，再来一个连人带椅子直接弹飞出去，还没结束，将人绑起来，对着眼睛再来2下，他变成了历史上第1个被脑瓜崩弹死的人。谁叫他不给原因点赞呢？这个男人叫大石，是一个时运不济的围棋选手，他颇具天赋，棋技甚高，但却总在关键时刻举棋不定。这一天，他再次输掉一局重要的比赛。大石有一个嗜赌如命的哥哥，哥哥被人下套，陷入围棋赌局，当晚冒着倾盆大雨前来求弟弟帮忙，无论如何都要赢下这盘棋，因为他已经赌上了身家性命。无奈大石只好答应。与哥哥对赌的是赌场经理，通过纽扣里的摄像头，车内的大石将整个棋盘尽收眼底。他在车内棋盘上落子，一旁的小马便用对讲机通知哥哥落子的位置。一切看似非常隐蔽，但还是出现了意外。天空一声炸雷，干扰了信号，画面消失，与哥哥也失去了联系。哥哥瞬间神色紧张，冷汗直流，加上眼前的经理不断催促，哥哥怕露出马脚，他只好赌一把。可这一手落子正中陷阱，输得彻彻底底。大石在车里拼命的呼喊，让哥哥快跑。在下一刻就被老大的手下发现，接着就是一顿暴打。小马因为闹肚子，提前下车才躲过一劫。就是经理发现哥哥带的钱全是假币，老大知道后恼羞成怒，便逼大石哥哥吃下全部棋子，否则弟弟就得死。而大石则要跟老大赌一局，赢了就放他们走，输了就杀掉他哥哥。面临如此境地，大石根本无法静下心来。哥哥的一声惨叫让他惊慌失措，手一抖，棋子就落在了棋盘上。他心中大惊，哀求吴老板让他一手，却被吴老板一刀刺中胸口，倒在了地上。接着哥哥被一刀封喉，惨死在大石面前。老大把刀放在大石的手里，栽赃嫁祸。大石被判入狱3年。巧的是，监狱长是个棋痴，自持棋术打遍监狱无敌手。放下话来，只要黑老大能赢上他一局，就给他假释的机会。大石见黑老大苦言棋局，便主动上前，几手下来就破开了死局。黑老大瞬间看到了希望，安排大石与监狱长对局。结果监狱长实战失败，但也愿赌服输，收下了黑老大的支票，批准了假释。但输棋的怨气难平，大石便遭到了殃及，被关入禁闭室1个月。这天，大石在饭中发现了一张字条，隔壁的神秘人要与他下一盘棋，两人以乔强的点数为号进行对弈。但令他震惊的是，此人棋艺之高超，他生平仅见。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两人对弈无数局，大石全部落败，但大石的棋艺也再次精进。神秘人感谢大石陪伴他排解孤独，让他出狱后去找一个人，或许对他有帮助。禁闭结束后，为了复仇，大石找到了黑老大，恳求教他打架。黑老大派出自己的手下训练他，实战就是最好的老师。大石每天被揍得鼻青脸肿，却逐渐开始蜕变。监狱长也越来越喜欢他。在大石的指点下，监狱长的棋艺突飞猛进，年年斩获了不少围棋大赛的奖杯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大石的身手越发凌厉，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棋手蜕变成了凶猛异常的格斗高手。出狱前，黑老大收他入门，知道他要复仇，赠送了他一笔巨款和1辆豪车。这天，大石刮掉胡子，尾随其中一个仇人老姜来到棋社，主动要求与他对弈。很快故意把钱全部输光，眼见老姜就要走，大石却拦住了他，要再赌最后一局，这一次就赌10个脑瓜崩。老姜以为他输红了眼，耍小孩子脾气，当即点头答应。但是这一局大石没有放水，老姜愿赌服输，伸过头来让他弹，没成想大石力道大的吓人，2个脑瓜崩直接将他弹飞了出去。最终可怜的老姜硬生生被脑瓜崩给弹死了。第二天，大石找到了小马，这小子当年闹肚子逃过一劫，大石想拉他入伙一起报仇，可一听要与棋社老大吴老板为敌，当时就怂了。吴老板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可听大石说事成之后分他30亿，立马就变了一副嘴脸。 내가 무슨 돈 때문에 그러는 줄 알아? 그쪽 형이 나한테 잘해줬던 거 그거 갚으려고 그러는 거야. 紧接着，大师找到一个酒鬼虾大叔，他便是监狱里神秘人所说的那个人。大叔眼虽盲，却是棋术极高的影视高手。几人3杯酒下肚，说上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便被大师拉入了伙。虾大叔深知吴老板的厉害，随后便去找了当年的老伙计许木匠。许木匠手艺精湛，擅长制作巧妙的监控设备。他们2人年轻时搭档捞钱，在赌博圈里也是一号人物，但都曾被吴老板算计，一个被废了双目，一个被砍了右手。有了几人的加入，大师如虎添翼。他们将目标锁定了赌场经理，随即安排小马对赌场盯梢调查。赌场经理专挑有钱的金主下手，最常用的套路就是先输钱，让金主掉以轻心，引他们上钩，越赌越大，最后一波带走。如果遇到他搞不定的人，棋艺更高的老白就会暗中出手；如果老白也搞不定，吴社长就会派出他的王牌杜琪出手。杜琪本是国手，当年为了救重病的母亲，卖身给了吴老板，帮他暗中赌棋捞钱。杜琪本性善良，却被吴老板控制，也是个苦命的女子。4人定下计划，大师前往杜琪开办的酒吧，找机会接近杜琪，而小马则是伪装成一个 AV 公司的老板，扮演钱多人傻的臭棋手，前往棋社高调赌钱。输光钱之后，就把棋社闹到鸡飞狗跳。第二天继续豪赌，几天下来，小马果然吸引了经理，主动邀请对弈，一上来就大把输钱给小马，想钓鱼上钩。随后又与小马约定时间地点，加大筹码，想将他一波带走。2人各带20亿现金上了小马准备的货车。对决之前，小马借口解手，故意留经理在车上。只见经理手拿仪器在车里一通扫描，却根本没有发现许木匠在棋盘下做的监控设备，棋盘上的漏子都显示在大石眼前的屏幕上。许木匠则通过遥控器控制小马脚底的震动装置，
提示他落子的方位。最后一半子差距险胜金李，输掉20亿的金李虽然窝火，但也认为小马只是运气好，20亿的数目让他没有办法向吴老板交代，于是他来找老白相助，想让他背后出手，连本带利赢回来。但正是这样，再次掉进了大师准备的陷阱。多年前老白就是虾大叔的手下败将，这次自然也不例外。再次落败的金李狗急跳墙，抽刀在手就要对小马下死手。危急关头，大师推门而入，两人徒手对攻，拳拳到肉，毫不留情。几个回合下来，金李被揍翻在地。老白见势不妙，准备开车溜了，却被许木匠开车拦路，直接逼停。而后大师将金李关进冷库和自己下棋，赢了就放金李离开。随着温度急速下降，墙上的灯泡接连炸开，金李在棋盘上已经没有任何胜算，无路可走的他再次跳墙，抽刀猛刺大师，却被大师闪躲之间打落手中刀，吃了几记重拳便摔倒在地，再无还手之力。大师临走前丢下一张棋谱，门锁的密码就在其中，只要解开就能活命。在之后，大师在酒吧见到了杜琪，这段时间接触下来，两人彼此互生好感，约定一个愿望为赌注的赌局。最后大师小胜，一把拉住杜琪，眼中情欲扭转，就吻了上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吴老板发现死在冷库中的金李，随后在办公室里看见了被绑住手脚的老白。大师在桌子上留下一台电脑，留下字条，用赢来的60亿邀请老白对赌，赢了60亿如数奉还，输了要吴老板割下老白的舌头。老白直接吓得腿软，可吴老板不顾他的乞求，逼他接受赌局，老白只能殊死一搏。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没多久自己就大占上风，老白开始飘了起来，竟然让吴老板亲自为他点烟。可为了钱，吴老板忍了，但是这不过是大师设下的圈套。接下来大师的攻势越来越猛，老白冷汗直流，毫无招架之力，很快就败下阵来。早就忍他多时的吴社长手起刀落，割下了他的舌头，手下大将接连折损，这让吴老板怒火中烧，责令手下追查大师等人的踪迹，很快将虾大叔和小马堵住，抓到酒吧后通知大师，让他拿60亿为赌注来换朋友的命，来一场生死局。可在这之前，吴老板逼小马押上性命先赌一局。虾大叔深知吴老板的厉害，小马肯定不是对手，他要代替小马赌自己的性命。吴老板冷笑连连，说他这里可没有盲人棋盘。虾大叔面色一震，他自愿下盲棋。吴社长一惊，所谓的盲棋就是记住每一颗落子，在心中下棋。小马负责给虾大叔报子落子，两人展开对弈。虾大叔一上来杀招连出，一手盲棋算得上是出神入化。但他没料到的是，对方后面下棋的其实是个孩子，孩子的思维跟成年人大相径庭，他的所有布局纷纷落空，最终被绝杀落败。说罢，虾大叔拔刀而起，却被吴老板反手夺下，连捅几刀，最后将他钉在棋盘上。等大师赶来时，虾大叔已经气若游丝，最终还是没能撑过去，气绝身亡。大师眼中寒芒一闪，要与吴老板做个了断。此时吴老板已经得知杜琪倒戈，便派人将他控制起来，命令杜琪全力出手，如果输了就连孩子一起杀了。眼见大师的落子杀机涌现，吴社长警告他，如果敢赢就杀了杜琪。大师进退两难，不能输也不能赢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和棋。而杜琪也想到这一点，立刻悄悄比划手势，指挥小女孩落子，最终成功将吴老板逼和。可这不是吴老板想要的结果，转念猜到一定是杜琪暗中捣鬼，当即命人带出杜琪，随手就捅了他一刀。大师怒火中烧，突然出手，一人独占10几人，出手很大凌厉，对方被通通干翻在地。最后只剩吴老板一人，趁其不备，一刀扎向大师腹部，恰巧被东西挡住，无法深入。接着大师左躲右闪，见招拆招，但还是被刺了几刀。交手的过程中，大师顺手摸刀，刀柄一转，连捅吴老板10余刀。吴老板被挑断脚筋，戳成了刺猬，再无还手之力。最后大师以牙还牙，将他钉在了棋盘上，为哥哥和虾大叔报仇。电影的最后，大师跟杜琪和小女孩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这部电影叫《神之一手》，棋盘上斗智斗勇，棋盘外拳拳到肉，是一部以围棋展开的复仇爽片。复仇的故事设定，对局的紧张刺激，很值得一看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关注我，每天分享好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